在美国经济下行期，市场不确定，股市震荡，有没有这样一种投资方式，能保住本金，无风险，但也能帮你获得不错的收益？这是很多人经常在想的问题哈。那有没有真的零风险的投资呢？老实说，零风险是不存在的，但确实有一些被广泛认为极其安全，几乎不会亏本，而且流动性和收益也都不错的选择。Hello， 我是财喵，在纽约，关注我，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，省心省钱，少走弯路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2025年美国市场上6种最主流的低风险投资方式。无论你是想建立一个你自己的应急小基金，还是想为自己的闲置资金找一些靠谱的投资去处，这些方法都非常值得参考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看最基础也是最容易操作的一种高收益储蓄账户 High Yield Savings Account。 这种账户本质上是升级版的普通银行储蓄账户，但年利率更高。目前市场上不少高收益储蓄账户的利率可以达到4%到5%左右，远远高于传统银行活期账户那种0.01%的利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大部分受到 FDIC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障，每个账户可保障最多25万美元的存款安全，很大程度上帮你规避掉了投资风险，可以说是零风险。像 Goldman Sachs 旗下的 Marcus 还有 Ally Bank、SoFi、Discover 都提供这类账户，而且大多数没有最低存款要求，也没有月费，非常适合建立应急基金或者短期资金的临时安置点，用这类账户的高利率来帮你滚雪球，对抗通胀。第二种方式叫做货币市场账户 Money Market Account。 美国大部分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提供这种账户，它有点像是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的结合体。很多货币市场账户提供比普通储蓄账户更高的利率，还能同时让你拥有写支票、使用 ATM 卡这类支票账户的权利，灵活性要比高收益储蓄账户还要强一些。货币市场账户一般也都受 FDIC 的保险保障，所以风险很低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银行对这种账户会设定较高的最低余额要求，比如5000美元或者1万美元，否则每个月会收取账户管理费，往往超出利息收入，反而划不来。从总体的风险性和收益上来看，货币市场账户和高收益储蓄账户都差不多，都是适合短期理财的选择。接下来要讲的是美国国债 US Treasury Securities， 它们由美国财政部发行，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、最有保障的投资工具。根据期限的不同，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。第一种是短期国库券，我们又叫 T-bills， 期限包括4周、13周、26周和52周，购买时是以折价方式买入，到期一次性归还面值上的本金加利息，利息间接体现在这个贴现的差价中。它适合那些短期想规避风险，同时又希望资金能有一定调度范围的投资人。2025年 T-bills 的收益率普遍在5%左右，相比于大部分银行的普通储蓄账户吸引力要大得多。第二种是期限更长的国库票据 T-notes 和长期债券 T-bonds， 期限从2年到30年不等，期间会定期支付利息，到期归还本金。这类更适合想要稳定利息收入，不打算频繁动用资金的投资者。2025年年利率大约在3.5%到5%之间，期限越长，一般利率就越高。第三种是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抗通胀国债，也就是 I-bonds。I-bonds 的收益由2个部分组成，固定利率加上每半年调整一次的通胀系数，目前总年利率大约在4%之间，根据物价指数变动可能持续上调。它最大的亮点是本金安全，能够对抗通胀，而且也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政策，适合长期稳健的理财。不过注意，1年内不能赎回，5年内赎回会损失3个月的利息，而且每人每年限购1万美元。那么第四种，说到安全性，不得不提 CD， 也就是定期存款 Certificate of Deposit。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自己的 CD 产品，它们和储蓄账户一样，都受到 FDIC 的保障，风险极低，但在利率上通常会稍稍更有优势一些。根据存款期限的不同，利率也会不同。2025年市场上1年到5年的 CD 利率普遍在3.5%到5%之间。不过 CD 的流动性较差，一般在到期之前取出需要缴纳罚金，因此更适合你确定在一段时间内不需要动用资金的人。那我们下面来到第5种，现金管理账户 CMA。 这类产品你可能听的比较少，英文叫做 Cash Management Account。它们主要由像 Fidelity、Charles Schwab、
Robinhood 等券商平台提供。现金管理账户表面上像银行账户，可以用来收工资、转账、刷 ATM， 但其实背后要么把资金投向政府货币基金来赚取利息，要么是自动拆分到多家合作银行存放，从而从这些银行获取利息，并通过这些银行帮你获得 FDIC 的保险。也就是说，现金管理账户的利率会紧跟着这些产品，也就是跟着市场的短期利率走，同时也帮你保证资金安全和流动性，所以相比于银行的普通储蓄账户要更有吸引力一些。目前2025年这类账户的利率大多在 3.5% 到 5% 之间。最后一种是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， 通常由大型基金公司或者券商平台提供，比如 Vanguard 和刚才说过的 Fidelity、Charles Schwab 等等。他们的运作方式是把投资人的资金集中起来，去投资于短期美国国债、商业票据、回购协议等低风险的短期债务工具。虽然这类基金不是 FDIC 保险产品，但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亏损，极少数例外也都发生在极端市场事件下，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。总体来说，它们的安全性依然很高，而且收益会随着市场利率而调整，目前普遍在 4% 到 4.5% 左右。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对本金安全要求高但能接受少量波动的投资人，它的流动性也非常的好，基本上是 T+1 到账，也就是1个工作日之内就能够赎回资金或者转去买其他的投资产品，非常的灵活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可能你还是会问，到底哪种适合我？其实答案取决于你的流动性需求。如果你需要随时取用，比如是你的应急基金，应该优先考虑高收益储蓄账户或者 CMA 现金管理账户。如果打算1-2年不动，可以考虑 T-bills 国库券或者 CD 定期。如果是为了长期对抗通胀，那 I-bonds 或者货币市场基金会是你更好的选择。那你最喜欢哪一种投资方式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